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晚间下跌了1个百分点，原因是要在17号美联储公布加息的一个会议纪要。那么由于是有很大可能继续加息，所以呢市场提前释放了这些利空。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2轮标准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到唐僧阳线，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到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就开始了它的震荡行情。震荡过程当中，昨天晚间阴线走出来之后，将前面行情当中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全部吞没啊！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宣告失败。但整体行情，我认为在34000点的一个突破之后，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仍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昨天的下跌呢，仍然在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震荡箱体过程当中，所以呢，利空释放完毕，消息在今天晚间17号凌晨落地之后，我认为对于道指来说非常容易走出一个重新启动的结构，因为在34000点突破之后，对于道指来说是一个多头趋势的开始。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啊，八戒阳线出现之后，目前处在八戒阳线的势力范围。对于周线级别的道指来说，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周线级别走出周线上涨西游之后，我认为能够突破前高36952点，从而开创道琼斯工业指数新的一轮牛市的机会非常大。道指的持续震荡呢，让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跌的结构。昨天虽然美股下跌了1个百分点啊，很多人会担心比特币的下跌趋势将要展开，但我们看到比特币在今天事实上出现了一个比道指更微弱的一个震荡行情。我们看到今天的振幅仅有 0.55%， 目前涨幅是负的 0.07%， 几乎没有任何波动。但通过我们多空数据早盘分析来看山寨币的多头几乎是归零了。到晚盘的时候，有一些山寨币出现了一个多头的行情，这里面不包括次新币种和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的一些币种我们看到今天 SEI 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涨幅，但是它属于一个新上线的币种，受资本关注的度比较高一些所以呢，我们的多空数据里面往往不包括这种新的币种。那我这2天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行情震荡比较多，所以呢要坚定或者说固定自己做的一个方向。那我还是认为本轮行情已经在周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回暖标志。这个标志性的 K 线呢，在6月19号发生，叫做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周线级别上是一个多头的趋势，但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它经历了一定时间的调整过程，这个调整时间已经长达1个月，并且调整过程同上周行情4到6月份的调整出现了一个完全平行的结构。因此呢，对于比特币的趋势来看，周线级别是多头趋势，我们目前面临的是日线级别上的调整过程。调整结束之后，越接近焦点位那么越容易可能出现快速上涨。但是呢，在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出现了很多干扰性 K 线，八戒阴线走出来之后，同样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干扰性的 K 线当中，下方呢是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日线这个级别上调整目标位，我认为是在$28,000，到达1690均线附近之后，调整可能会快速结束。同时呢，169均线在本轮行情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看到615还有310这2天分别到达了169均线之后，行情出现急速上涨。那么我们可以测量一下，第一轮行情它涨了59%，第二轮行情呢基本上涨了28%左右所以说呢，行情逐渐探底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逐渐埋伏比特币多单的一个机会点位很快将要到达$28,000。这个点位呢，我认为在消息落地也就是说今晚间
8月17日晚间，美国宣布这个利息之后，宣布加息之后，这个落地前后容易产生非常巨大的波动，会带动美股出现上下插针的一个结构，同时呢，影响更多的受加长影响更多的，我认为是比特币因此呢，今天晚间是有机会到达$28,000的，这个是一个可以埋伏多单的一个位置。那么由于今天多空数据表现出来的币种多头币种非常稀少，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有一些优秀的币种，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到。首先呢，我们昨天就提到了，同时也是前2天给到会员群频道的 RUNE 这个币种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走势非常强劲在日线级别上走出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犀牛，底部放量，上面价格不断攀升，并且呢出现了连续的阳线，这种情况下呢，继续上涨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在2天之前，我们对 RUNE 会员群进行了一定的埋伏，目前是持续获利的状态的。然后我们把它的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我们就看到了一些调整过程，但是这个位置上尚没有出现4小时级别的标志性的阴线，没有标志性的阴线，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50均线、10均线均线上还在不断的攀升，因此呢，在4小时级别上这个位置还有继续上涨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画出它上涨过程当中的焦点，这个焦点我们即使画出来，也距离我们当前价格非常远，意味着它的这个结构没有完全走完。我认为在结构当中收敛三角形的焦点非常重要，如果能够观察到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意味着行情很快在近焦点附近可能出现结束。但是呢，对于 RUNE 这种强势币种来说，它在波动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画出这个焦点位，这个焦点位就距离我们目前观测的位置比较远，因此呢，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连续了2周周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对于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犀牛。那周线级别上，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看到 RUNE 这种强势币种走出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犀牛。那么它的一个上行的目标，我认为是在$3.5附近。$3.5附近是什么概念呢？原因是在前面行情震荡过程当中，位于$3.5有这样的一个由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底部空间，是它目前在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压力位，也是我们能够给出周线级别上涨犀牛的一个目标位。BRC 呢也是一个强势币种这个我在这个公共频道就给了出来。强势在哪儿呢？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根阳线涨幅14.93%，就进入到了 Binance 平台的龙虎榜。进入之后呢，我们就对它进行了一定的关注。我们看到底部量价齐升之后，会有一个上涨空间。这个上涨空间是哪儿来的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强势币种都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但当天 BRC 没有对该位置进行突破，所以呢，我认为上方会可能它的强势影响下会走出一个8节阳线。8节阳线走出来之后，它进行了调整之后呢，今天的反弹和上涨，我们仍然认为它处在一个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它做了一个对称型的结构4小时级别涨跌对称性涨跌，让很多人错失行情。如果能够突破前高0.122，上方空间将会被打开。在日线级别上8节阳线走完之后，我们认为上方会有唐僧阳线和沙僧阳线，那么日线级别上涨犀牛给出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0.2那么对于 BRC， 我们看到本轮行情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是跌了93%，93%的跌幅在山寨币当中非常多。但是强势币种从这几天的观察成交量来看，我们看到成交量出现了异常巨大如此放量的情况下，上方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机会。这证明有一部分游资进场，如果游资进行高位换庄的话，上方仍然有一定的机会。但是波动大的币种同时存在风险，因此呢，参与这种逆势上行的山寨一定要设置好止损。同时呢，出场也非常重要建议是一个轮次，比如说4小时级别上涨犀牛完成之后要进行减仓，日线级别上涨犀牛走到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要进行减仓，周线级别上涨犀牛完成之后也是类比的
要完成减仓要做一定程度的减仓。那么整个 K 线系统呢，基本上就是数学当中几何形态的一个分型，各个时间级别都要控制手、控制仓位，把这个仓位控制好，就非常容易应用 K 线西游战法在行情当中获取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主页右上角链接当中去购买。感谢大家，再见。